赤水丹霞正如其名，是一片赤色的土地，源自白垩纪的沙砾岩层铺展于贵州北部的坡降带，又在千百年的雨水冲刷中被反复切割，凿出了阶梯状的河谷、内凹的岩洞、环形的崖壁与轰然跌落的瀑布。这里不穿雨衣真没法走了。而大自然似乎更想将它们藏起来，于是又泼洒下连片的梭罗与珠海，把色若卧丹、灿若明霞的风景裹进了层层叠叠的绿意之中。嗨，这里是叶子，这期视频请与我一同走进贵州赤水。先找地方吃个午饭，很像龟苓膏，这口感也不像豆腐的口感。赤水这边是中国竹子之乡，吃的东西也跟竹子有关。这边特色的就是这个筒筒笋，还有这个叫做竹燕窝，也是竹子旁边的菌子。吃饱喝足，先去逛个小众景点。哇，这个该不会是我们此行中人最少的景区了吧？淡季来我们包场了，甚至电梯都没有开。游客中心往里还有好长一段路，得坐摆渡车，完全没别人，简直 VIP 待遇啊！哦，有个假的蜜雪冰城。洞在当地方言里是激流的意思，四洞沟就是有4条瀑布的河谷，不过它们都藏得很深，想一睹真容还得继续坐车往里去。区间车只到3洞这个飞蛙峡瀑布，说中间的那块石头像一块准备跳水下来的青蛙。现在是枯水期，水量不是特别大，但站在这里依然有水扑到我的脸上来。下方的崖壁有一个弧形的内退，水流跌落时掏空了底部松软的泥岩，砂岩随之崩塌后退，形成了赤水丹霞标志性的内凹崖壁。现在我们要步行到4洞最里面的大瀑布白龙潭去，已经汗流浃背了，朋友们，太闷了，比我们广东的天气还闷。要是水大的时候这里能跳水该多好啊！那些小树就长在石缝中间，河滩望下去也跟森林似的。看这山谷里面都是梭罗，这跟木瓜树似的。这棵真的好高，2层楼高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个蝉叫声像吹口哨似的。哎，不会是前面有人在打电钻吧？走了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来过夏天来了，我们这是。这可不是广东双马尾啊！突然就听到水声了。哦，前面还有这么大一片，即使在枯水期也有涉水路段。哦，啊哈哈，好多小小瀑布啊！你看这个。藏在最深处的白龙潭瀑布也是4洞中最大的一条，60米高的白色纱帘给背后的丹霞崖壁增添了几分仙气。环顾四周，水流蚀刻出的分层线清晰可见，像是被随手堆放的。低头看，脚下的泥土河床都浸透了砖红色，是名副其实的赤水。看完4洞，沿河对岸步行折返，回到3洞坐车。太黏糊了。本来就是沙发爆炸头，最怕这种潮湿的地方。天哪！那这棵树像它自己伸出了枝干抱住了这个石头一样，你看，像它拦着石头没掉下来似的。飞蛙崖，这个角度看其实不像蛙了哟，像个大蘑菇。剩下的1洞、2洞离路边都不远，下车走几步就到。这个就是1洞水帘洞，你看那个后面有条路，你看这个植物的须须，常年在瀑布的冲刷下。像洗了头一样。水帘洞是崖壁被流水侵蚀后尚未完全垮塌的中间形态，当然景区已经修好了步道，放心走。
甚至还有个小桌子，可以坐在这个水帘洞后面吃东西、喝茶。瀑布在沟中逐级跌落，最终汇入大同河。河畔的大同古镇曾是川黔河运的一处集散地，货物在此装船，经由赤水河运往长江沿线。但是现在不需要那么多渡口了，也不需要那么多水运了，很多这些镇子都衰落了，只剩下一些小小的旅游功能。大约是暑假刚结束，傍晚时分，街上游客寥寥，店铺也大多没有开门。河流慢得像静止了一样，如同脚下的石板路，仍停留在旧日的光景里。就跟以前依靠航运时期的格局比较像，全部是临江的。这就是老房子，看前面那个房子已经，整客栈上面桌椅都是竹子做的。赤水是竹子之乡，竹编工艺品就地取材，编织手法也多种多样，很高档的样子啊。680这个。有没有做其他处理的呢？应该有吧。另外，据这位叔的热情介绍，古镇的独竹漂也是一绝，河道不宽，来一根竹竿渡河运货刚刚好。可惜我们到了发源地，反而没能亲眼看到。有些老房子里还住着人，几乎没有旅游开发，也就都没怎么翻新。最高指示勇敢抗日，这边全都是字，这边你看。对啊。总体来说，算是很原汁原味的古镇了。赤水河流域像这样团聚在竹林边、河流旁的小镇还有许多，一切都很安静，而我们只是其中匆匆的过客。回到市区，忽然下起了雨，闷了我们2天，这雨终于下出来了。到了赤水市的赤水河，这边就宽多了，对面就是四川了。西北角还有一段老城墙。这段古城源于仅存的北门巨金门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。城外的河滩边是当地人喝爸爸茶的地盘。找的店没开门，歪打误撞找了家居民店，来豆花之乡尝尝豆花饭。贴临四川，赤水在饮食上也很有川味儿。豆花火锅，蘸料跟青菜自助，才10元一位。好。吃完饭，雨又下了起来，这回彻底凉快了。大雨之中，居然还有人在喝茶。这里就是我们今晚住的酒店，就在赤水河边，离市区有一点小远，但是装修都是新的。你看，昨天下完大暴雨之后，今天真的变成赤水河了。吃早餐还是吃粉？买饱了，这个买饱。这个是母的，这是公的，但是它也会来抢它的吃。哎呦，他们俩关系好好。看着高涨的水位，想到既然才下过雨，现在去看水肯定很壮观。吃过早餐，我们就赶紧退了房，开车往大瀑布赶。赤水丹霞通常见崖不见峰，山顶积水面积很广，雨后的云雾和小瀑布一起，正从四面八方滋出来。我们现在到赤水丹霞大瀑布了，它还有个名字叫10丈洞，就是10丈高的瀑布的意思。说赤水人手一条瀑布是真的，来这个路上还没进景区，就有好多瀑布看了。这里还有个学校，学校自己操场上就可以看到瀑布。都怪我懒得走，又把观光车跟电梯的双程全买上了。今天是轻松的一天，好耶好耶，不用排队。我们电梯运行大概1分钟，不到1分钟。哪一句没有听清楚？为什么不试的那个？在3期里边，我们电梯是3期竖井，就是在山里面打了一个竖井，3期竖井。对。哦，这里真的啥都看不到。踏入峡谷的瞬间，人就被潺潺水声包围了。听说赤水大瀑布就是未见其瀑，先闻其声。看看我们走多远才能闻其声。要说从哪一刻开始，大瀑布的声音混了进来，真的很难确定，因为四面八方都是水，都是声。看看我们是怎么拍的。这里以为没路了，你看这个大石头
趴下来，转过来有个一线天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小心别碰头了。哦，好像听到水声了。哇！真是徐霞客没来这边可惜了，这边还离得这么远，就有水雾过来了。我先一个人走到前面去，走栈道，他在远处拍我，这样才能把瀑布拍全。确实很宽这个瀑布，哇，那么大的水！我现在好怕我的手机和 Pocket 掉下去。哦，这个水好急。头发都湿透了，往上走一些，还有一条观景栈道，可以绕瀑布走一圈。我们现在在大瀑布的背后，这里不穿雨衣真没法走了。啊，水太大了，为了保护镜头，我套了一个塑料袋，所以这段拍出来有点糊。哇塞，那么大的雨，前面，哇！穿，我们后退了一些，在洞中间，相对水小的这里修整一下，把鞋套穿上。幸好带了鞋套。重新出发！哇！刺激了，这个也。这边还有，我现在就在大瀑布的背后，走出来了，同志们，到了。我们刚刚就是站在那块石头上，现在我们可以俯瞰下面的人了。走完这条超长超爽的水帘洞，接着下坡穿过一小段溶洞，回归现实世界。哦，这边这个环崖面积也很壮观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，总有水雾正迎面奔来，像是大自然张开双臂的热情拥抱，湿漉漉的却没法拒绝。看我的头发成啥样了。哎，上次去黄果树我是国庆去的，真的人太多了，无论是多好的自然风光，还是要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欣赏。看，现在又可以回望到瀑布了，很开心，不舍得走，但我们下午还有一站。出景区的车上顺便把自己吹吹干，接着我们前往丙安古镇。河对面的就是古镇，既是赤水河上的盐运重镇，也是当年红军4渡赤水的指挥部跟渡口之一。现在还要买门票，10块钱一个人。看，在铁索桥上能看到那边古镇的一排老房子，仔细看那边下面还能看到吊脚楼。离大瀑布不远，又在国道边上，这里比昨天的大同古镇热闹一些。这个门口就能闻到醋坛子的香味儿。镇子平行于河面而建，长长的台阶上方立有2座城门，把主街护在中间。现在才算是进了古镇，中间路反而显得比较窄。看，这里还是红军战士驻地，这栋房子也明显老一些，还住着人呢。这边就是另外一个正门了，然后再往上，上面还有一层民居，可以爬楼梯上去。当地小吃有苕汤圆和苕丝糖，都是红薯粉做的。偷偷点了份烤苕皮，没给我爸妈带。是葱吗？萝卜、葱还有折耳根，好哎，折耳根。这边的特色就有红军牛肉汤和炒红军菜。今天也点了筒筒笋、炒腊肉，今天这个就跟昨天的不一样，颜色更深一些，好像腌笋那样的。然后这边不是竹子多吗？我终于也吃上竹荪啦，清炒的，有点像豆腐皮呢。这个就是红军菜了，是当地的一种野菜，吃着还挺香的。
然后这边是红菌牛肉汤，有点像水煮牛肉的不辣版。吃饱喝足，沿赤水河谷旅游公路继续向前，在贵州总能看到高架桥凌空跨越山谷，天堑画通途。下午的时间留给佛光岩，人不算多，但比四洞沟热闹些。佛光岩景区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是上面的佛光岩环形岩壁，一部分是由5个柱子组成的5柱峰。我妈表示已经不想爬了，但还是被我拽进来了。来都来了，你说是吧？登山杖带好了，开爬！走进山谷，赤水丹霞的地貌细节逐一铺展在眼前。这边泡在水里的石头上面没有长青苔的，好像烧结砖的颜色，假的。水还是挺清澈的，感觉没有大瀑布那边那么多的泥沙。这一块叫做太空飞船，名字还挺形象的。你看下面的内退很明显，还有一些流水侵蚀的痕迹。看这边的岩壁上有一些波浪状的纹理，是因为水流时强时弱，有一些震动效应最后形成的。看这颗大石头，好有压迫感。底下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，还取了个名字叫紫霞沟。看这颗梭罗，好漂亮，像假的一样。前后都没人了，山又被我们包场了。还有这么远。到，说到就到。流水的溯源侵蚀使岩壁不均匀后退，日积月累形成了环崖丹霞。站在高385米、弧长1117米的巨型岩壁脚下，真的很难不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以及懊悔怎么没有广角镜头呢？我现在要去挑战那里有个小观景台，就在瀑布底下，冲啊！最好是这个，别走出去看到发现不是。到了，我们到佛光岩的瀑布底下。哇，这下面好壮观，这个岩壁根本拍不全。赤水丹霞既在崖更在水，回看素材，瀑布的响声震耳欲聋，我却那么的渺小。1万年的时间长河塑造了太多，感慨不完，就把这赤红的一页作为结尾吧。我是叶子，我们下次见啦。